川普唯一的不变是什么？就是变呐。本来日本不是以为了吗？自己就15啊抵定了，还要妥协，市场全部开放，农产品本来说不让，寸土不让的，包括米呀农产品啊，全部让了。结果原来川普变卦了，本来美国以为说谈下来是15个百分比的税率，现在经过公告之后，跟协议不一样。日本恍然发现怎么回事？里头原来是包含了牛肉在内哦，所有特定商品本来呢超过15也以为15，他们就以为是这样的，结果原来是全部往上加。原来15就加，再往上加15，原来12就加12，管你不管多少就往上加15，搞了半天可能会45，可能有最高像牛肉的话，可能是45百分比的关税，米啊什么通通都是。所以这怎么日本？他说这一次美方还回应说，这一次不会给日本任何的特例。哇，这个苦主也太苦了吧！石破茂已经坐不住了，那还要再给他倒打一把，那是怎么办？那印度也是一样啊。川普看起来本来一开始最早放出来的消息是说，哦，印度刚谈得很好，可能是我们第一个签成协议的国家，结果现在是谈得最不好，甚至直接要对他报复的国家。川普加征本来是25%的关税的，本来已经算很高了，结果税率再往上调，飙到50%。他签的行政命令决定对来自于印度所有商品加征额外的税率，理由因为是俄罗斯石油继续采购的关系，被加50%的关税，电子厂被流弹打到的是我们国内的电子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政府一下子说南向政策，一下子说反正去中化所有的供应链，所以要大家把厂往其他国家去撤，结果搞了半天，有一些国家我们的电子厂就到了印度去，结果设厂之后反而意外被打到，电子厂也变得突然一觉醒来，变成50%的关税，我们当初的避险到底避到哪里去了？而加征关税50%之后，印度的做法是什么？他不是赶快去找川普谈，他是去哪里？去找俄罗斯。他跟俄罗斯继续印度除了对美方决定感到遗憾之外，他说俄罗斯的石油我们不但不会像美国要求的停止采购，他反而呢会继续的再跟俄罗斯采购更多，还要去拜访各种的行程里面。印度首席经济学家说，新关税无疑让美印贸易宣布死亡了。美印贸易会让川普直接取消去印度的访问吗？原本接下来有一个4方会议会谈之后，年底有打算是川普直接要去访问印度，大概是9月、10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随着这种美印贸易的摩擦升级，川普今年秋天再去印度的访问几乎是不确定，甚至会可能不去了吗？专家甚至分析，美印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如果再加跌取消访印的话，哇，那整个印太地区坐收战略红利的将会是中国大陆。而莫迪呢，7年来第一次访华，这个是根据印度政府人士礼拜3透露的消息。7年多来，过去也一直有各种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和，来来去去的。结果这一次呢，8月31号开幕的上合组织的高峰会，他要亲自在参加，也代表着印度跟北京的关系正在解冻吗？也刚好应对上了川普这样的做法。外媒报道，印度代表团已经抵达俄罗斯了，讨论要加快更多的包括防空导弹系统的供应问题。不知道上次战败是觉得找俄罗斯会比较有用吗？换个武器试试。那另外巴西也一样。巴西也不想再谈了，因为一度我们看到表格，但上面以为它降低了结果搞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是空梦一场，原来一样仍然是50%。因此，虽然川普说，哎呀，我还是随时欢迎鲁拉打电话给我，鲁拉回应，我们才没有要跟你打电话呢看不到直接对话的空间，认为那样只是自取其辱。巴西考虑要跟其他金砖国家一起向 WTO 申诉美国你违反我们的国际贸易协定还有川普对巴西的关税其中咖啡嘛，直接是限制高关税的项目之一。马上就有中国大陆驻巴西利亚的大使馆社群平台公布这段画面，就是哇，这个好多咖啡豆大陆的美团为主角的影片说，桥梁是双向的，巴西正凭借它被钟爱的巴西咖啡豆巩固在中国的地位，看起来也趁机抢单来着。那当然也让巴西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得很不一样。亮哥，川普真的是深不可测。我觉得这个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日本承诺5500亿，韩国承诺3500亿。韩国现在已经在动了，韩国4大造船商，应该说3大啦，
再加上他那个造船全国的协会啊，已经跟美国合组一个团体啊，那先要就1500亿美元怎么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已经在做讨论了。而且航华海洋这家公司已经进场收购费城码头，已经花了1亿美金。那日本摆明就是要骗嘛，你以为川普那么笨吗？就是摆明就说啊，我要政府授信啊，不是投资哦。你以为川普不知道吗？你不要低估他啦。那印度也是一样，印度实在是没有办法。印度它的关税平均税率是17%，是所有主要经济国家最高的啊。然后为什么它没有办法谈？因为它的农业占45%，它开放莫迪大概也不用选了，完了，所以它就卡在农业部门嘛。所以你要叫他怎么让？那当然啦，川普就借题发挥了，就说：“哎呀，你那个投买俄罗斯石油。”还在国际上搞转运中心啊，赚了那么多钱啊，所以就趁机修理你了。坦白讲，干这种事的只有印度吗？我讲大白话好不好？美国也买啊，土耳其也有，一堆啊。你以为那个希腊没有干吗？希腊、土耳其、拉脱维亚买了之后做成润滑油再卖出去。为什么只有印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借题发挥啦，因为印度不愿意买美国的飞机，而且莫迪这个人个性很硬啊，他又说 F-35我从来没有想要买，我气死人！而且印度连 F-16都没有买，所以是巴基斯坦有买嘛，所以他就故意爆你的料啊，刚买的飞机被打了，不是吗？飞机，所以我觉得根本来他就不爽了啦。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有解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它的农业没有办法开放啊。那如果降税，那当然就卡到了就是印度的官僚主义的利益啦。讲白了啦，这个国家是很麻烦的啦。那个中国也不要高兴啦，这个国家也不会跟你多好啦，所以他只是拿中国当筹码啦。说8月31号我要亲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啊。也不要高兴太久。他想干嘛？不了，他去气川普嘛，我就故意来跟中国好一点。那只是说未来金砖会议可能开会会比较顺一点可是我跟你保证，他就是故意拿中国来气美国的啦。那未来搞不好也用俄罗斯来气美国，就在搞政治嘛。所以，可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啦。或者反而影响美中接下来各种博弈嘛？哎呀，大家都有各自的算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日本现在已经跳脚，怎么会这样？讲好15%，现在突然关税往上加，根本不是15%，怎么回事啊？委员，这样子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们先看美国对川普的看法是什么，尤其对贸易发展的看法。一个是华盛顿邮报8月4号8月4号的 Max Boot， 就是很有名的作家，写里根传奇的一生呢，这一个在2024年的这个畅销诗10本畅销诗之一的一个这个 Max Boot 他写的文章标题在华友是中国正在赢得川普挑起的贸易战。川普无意中正在助长中国反对美国的独裁，这是美国的，不是普通人讲的。另外还有一个更精彩，就是艾克洛夫，就是那个2001年的那个谁，那个经济奖得主，他的标题叫“当美国总统表现得像5岁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想这两个人已经把答案告诉你是什么了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比较 case 的问题来看，印度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这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中美两国对待印度有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中国人跟印度再怎么斗，永远给印度留下一个颜面。美国跟印度怎么斗？一点颜面就把它彻底，因为殖民地组织的观点，那中国是朋友的一个观点。那么各位可是
这是对美国来讲，印度它有筹码可以用，因为它是在东亚那个南亚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而且旁边没有强国。好，美国要在亚洲印太战略。我请问，没有印度怎么会有印太战略呢？那个印就去掉，这就没有了，那就今天了解了。现在太战略，四方会谈少了一个印度，那站不起来。这个整个垮。所以美国这样的对待印度啊，就像讲的，一个5岁的总统，我们该怎么办？就像这篇文章所讲的，是什么东西？这让中国赢得了川普挑起的贸易战。是你帮助了，这种运气有时候挡都挡不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俄怎么会变成背靠背，不是美国帮忙的吗？南美洲的巴西会掉下这个让中国大陆能够进来，不是美国帮忙的吗？印度中印的关系，不管印度是怎么才来的，至少双方可以缓和的空间也是美国帮忙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现在看起来，全球关税最高的巴西啦、印度啦，哈，其中巴西看起来也没有要跟川普妥协的意思。人家巴西当然不愿意接受被欺负嘛。那个巴西是个大国，大家要搞清楚啊，巴西的国土是全世界第6大的国家，而且巴西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在这个南美洲也算是一霸，这个就被搞成这个鬼样子。我跟你讲，巴西的鲁拉啊，他其实啊讲起来啊是巴西的良心了啊。那个波索纳罗的话呢，他们是另外一套。就巴西的话呢，原来的处境就是他不团结分裂的嘛。但是这个鲁拉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啊，这个相信这个金砖国家啊，就金砖峰会里面，他们前面的女总统罗塞夫现在人在上海当这个金砖银行。现在巴西的话，很明显借这个机会，巴西有几样东西都是大陆要的，原来是买美国现在什么大豆啦、咖啡啦、矿产啦，什么好的东西啊什么的，现在通通都往中国去了嘛，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过刚刚话说回来啊，这个川普本身啊，他讲话像5岁小孩还好啊，他其实啊他是很无知的，你知道？我不晓得我本来以为川普只是坏跟笨而已，现在发现他根本就是无知。川普碰到那个赖比瑞亚的总统，还居然问人家说：“你的英文怎么讲这么好？”赖比瑞亚是全世界唯一听到英文变好的，感觉很难过的，因为他就是美国黑人的，对不对啊？美国人说美国人英文好，他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川普本身来讲，对日本他乱放话，他放话放到什么地步？日本人要投资5500亿，日本想要忽悠他，被他发觉以后，他直接讲，我们控制90%的利润。就好像现在市场很多企业产业企业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预判，因为我们的关税在很多政府的话术底下，20%只是暂时的啦哈。但是今天中午就直接执行啦，那什么时候人家可以执行的？什么叫暂时？还有的改吗？当然希望如此。结果呢，本来这个要开的沈伯洋啊，是要开的去清境农场啊会勘的这样的行程，被披露之后，大家笑，你要去数牛羊吗？还是你要去度假吗？很爽吗？就以至于临时改成这个提案，说要做一个专案报告，针对整个关税的内容，结果是机密内容不能公开，产生了一些口角冲突。看看现场画面。那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也待了1年多了，这是第1次我们的秘密会议连公开质询都没有的情况。以前全程机密在海商案有过了，不是第1次多久没有了？我不是多久没有，4个案，很久没有了。那可能你做的还不够久了。很多资深的记者应该都有印象，我们在海昌计划的时候，好了，那个。所以这个我们让 Lady First 让他们先吼一吼。Lady First 叫林楚云去跟他吵了，因为吵架很大声啦。这为什么要机密？全民都需要知道，所有产业想要知道到底我们的条件让了什么才能够因应嘛。那都只能说，哎呀，你做的不够久，所以你不知道可以机密啊。以前怎么讲人家？对，以前怎么讲人家黑箱的哦 ，ECFA。那现在什么黑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吗？沈伯洋不去清境农场，改开秘密会议，黄国昌批啊，哎呦，就做样子嘛。一审排出来以后，整个社会骂翻了，要去看牛羊啊，所以干脆他去数什么有牛有几只，羊有几只的话，台湾人民可以忍受吗？所以今天改成秘密会议，但是这个神秘到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已经没有上限的这种。内容跟方法呢，这个连开个会都要搞到神秘兮兮，秘密会议讨论秘密的
协定。然后，所以结论是仍然都是秘密，真的是一个装傻的概念。美国对台湾关税说降到20%，从32%到20%。时任秘书长龚明鑫还特别讲，这个是很大的成果，比其他原本的幅度下降了更多。但是这个很特别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我们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当川普今天早上清晨5点多讲了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郭志辉会不会出来讲说假新闻哈？因为大家昨天记者在问他关于川普爆料台积电要投资3000亿这件事情呢，他是这样说的，听听他的说法。部长，这个川普有提出这个3000亿台积电的投资，有收获到这个相关的讯息。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你说川普讲的是假讯息？我不知道谁讲的。是川普说的。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会觉得这个3000亿的有点？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问台积电，好不好？好，问台积电。那台积电目前有了解？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台积电的问题。蛮像的。看来我们做得很傻了。你说这个川普讲的是假新闻吗？他非常惊讶，他应该讲，川普天天讲假新闻。然后后来当然他道歉了啦，因为明明就川普讲，他是说记者讲好几次，川普讲，然后他就硬要说假消息、假讯息，那结果这是他管的业管业务，理论上应该要最清楚的。那甚至说不知道谁讲的，没有研究这个命题啊。结果呢，经济部赶快致歉说部长当时还没有完整掌握提问背景，也不是针对川普的总统的内容进行评论。部长当下回应语义不够精确，造成误解，特此致歉。语义很精确啊，他说川普讲的是假消息啊，非常的精确。这个很糗，所以今天早上川普记者会之后就很想问郭志辉，请问假消息吗？所以当整个台美关系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好像在平行的时空我们不断的强调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包括南华早报说国际危机组织中心的事务资深研究员针对阻止赖清德过境纽约这个决定，我们看到了前几天这个失去川普的这个过程的分析内容里，凸显川普想要排除可能妨碍跟习近平举行峰会的障碍，也反映他跟包括赫格塞斯在内所有的核心顾问对于台海紧张局势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如果台湾跟川普之间已经关系这么差，那所以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关税最后处理的情况是只有20%，还一直说暂时的，他不知道内容赔了什么。顾立雄还说这个说法不公平，就像美方攻击型的无人机等等迅速的交货，都是我们相关非常台美有共识、有高度共识的这样的证明嘛。华府智库直白的讲，赖清德内外交迫变成跛脚鸭了。美台关系前景堪忧。现在翁履中讲的一句名言，他说美中台关系早就没有台了，只有美中吗？这个智库直接这样讲，台湾内部的政局高度对立，加上川普政府对于台湾的态度转趋强硬，让赖政府在国防、经贸、外交四面楚歌。那么尤其美国或许是台湾原本应该是最坚定的外国友人，但是就算是超级强权，也没有办法逼着台湾国会通过法案补足国防预算，或者让政府正常运作。台湾仍然需要自行整顿内部，否则一切国际支持最终都将付诸流水。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你自己要搞大本都没成功了，国会都没办法你想要的多数，所以还要我支持你吗？是这个味道吗？亮哥，不，最后那个事实上国民党也没有反对国防预算是啊 ，AIT 也会来说服啊，所以我觉得是赖清德搞了一个大罢免、大失败，把自己的地位搞砸了，全部耗损。因为全世界都会这样看你嘛，彭博都直接写，就说赖清德已经走投无路，他用的词叫 out of options， 没有选项。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写你嘛？没有选项，就你把自己搞砸了嘛。对，不然美国不会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没有办法通过了，连潜舰预算都过了。事实上，王定宇我跟你讲王定宇用海昌案来类比关税是不对的啦。海昌案因为涉及的是涉入的国家要保密，国防机密，涉及的军规也要保密，什么样的产品，那个全机密，大家没有意见啦。请问有哪一个国家关税谈判是全机密的？你举个例子给我听啊。台湾。就除了赖清德之外嘛，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除了赖清德之外嘛，有哪一个国家这样搞啊？过
关税案涉及的是相关的产业要做准备，你以为只有你政府的事啊？海昌案的不一样，海昌案那个是我们要做潜舰，那希望有一些友好我们的国家不要曝光，这完全可以理解啊，我也支持啊。可是关税不是，厂商要准备，20%的关税明天就实施了。美国今天8月7号，我觉得我们明天8月8号啊，那你叫人家厂商怎么办？你给个说法啊！还有，到底哪一些进口业你要开放？大家都不知道啊，农产品啊，还有汽车业啊，汽车业受雇者就30万人，你可以说，跟你都没有关系，有人这样搞啊？那全世界就只有你这个烂政府啊！赖清德政府会这样搞关税谈判嘛？这丢脸丢到家，还在那边硬搞，全程机密，笑死人啊！大嘴巴川普就自己给你爆料了，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我知道的讯息比你看的黑资料还多啦。什么经济部后来列出那个危险的4大产业，那个报告早就在外面传开了。机密个鬼啦！根本就是心虚嘛，不负责任嘛，没有领导力嘛，谈得一塌糊涂嘛，就是一个烂政党、烂政府嘛，就是这样嘛。是，那所以这个立委又怎么样呢？沈伯洋，委员，您2位都是过去在立法院待过很长的时间。沈伯洋本来是要去七庆农场考察的，被发现之后改成在室内开秘密会议，反正开什么也不让你知道。这种考察，尤其像到青农这种考察，基本上是亲近农场要拉拢立委要求去的，因为它没有业务价值，就立法院的桥的没有业务价值。这个我们大概我们都清楚了，这等于政府公关，找立委去这吃喝一下啊，所以还好没去被骂死。不过我是从一个角度来分析给大家看一下一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就算有秘密啊，我们先假设，那对朝野党团做个简报可以吧？应该的。应不应该？当然是应该的。有没有办？没有办，连对民进党都没有办。党内的人也搞不清楚状况。不，为什么？因为他前密封锁，反常必有妖嘛。有什么妖？其实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妖。我的推断跟我对国际政治一些浅薄的认识啊。事实上，各位想一想，中美之间的谈判，你说税率降多少，我的这个稀土要不要管制，这个技术问题是可以 argue 的。为什么谈了3次都在强调一个事情做前提，两国的元首的会谈作为我们会谈的基本根据，而这个会谈的中美基本根据是什么？到最后何立峰的讲法出来，就是双方现在最重要是要确定双方的红线在哪里。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台湾的问题是内上中美谈判的一个焦点。我这个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老是一定挂在嘴上，像诵经一样，有没有？不，现在我们把诵经列为正式的情况了。那你美国的利益，我尊重。你说大家把这个红线画好，这个画好以内，什么东西我降一点，我吃亏一点，我少一点 ，OK。民党没有这个压力吗？他不敢讲是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正在出卖中。我可以告诉你，昨天共和党的前官员所铺出来那个信息，是在做什么事情？是在做台湾出卖钱的推责，就是白皮书。国民党你为何我不支持你？不是我不支持啊，是你自己贪污腐败啊！今天你们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是因为你们跟川普政府闹翻了，因为你们的做法不得川普的喜欢，因为你们是做错了，所以有一天你被卖了，被切割了，你被卖了，刚好而已。各位，这就是民党不敢讲的真相，请各位想一想，这里面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美国要跟你拜拜了，因为美国要解决的是这个大问题。所以翁理中讲的对啊，中美台现在只剩下中美，没有台。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
面临的困境。大罢免再水上加霜一次，因为川普希望解决这些事，但川普压力很大，美国的深层政府并不容许川普在这里就可以迈出这一大步。可是美国的压力是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个整个的深层政府最希望的台湾乌克兰化。台湾乌克兰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通过相当多的法律跟配套，它才有办法达到那样目的。可是大罢免失败了，朝小野大没有办法改变乌克兰化的所有的准备作为是进行不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位，我们面对的不是只有关税，我们面对的是乌克兰化以前先把台湾掏空，一个一个搬掏空了以后啊，卖了正是好卖的时候啊。苑老师，换我激动了。好，因为郭部长好像讲的也没有错，因为川普前一天讲3000亿投资，今天变2000亿啦，所以他说假消息啊，那好像被他说中了。但是他都不敢承认川普会讲假消息啊。我这边啊，我刚刚稍微解释一下哈，那个大家听不懂啊，我用最大白话讲，我们不叫新闻大白话嘛。台湾正在被出卖中啊！我是非常仔细看了惠顿写的那篇文章啊，然后翁履中做了诠释啊。这篇文章有3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莫名其妙讲说，哦，川普当选你没打电话来，谁都知道要花钱呐，哪有川普乱接你的电话的？赖清德想打电话，按照原来的价码不行，要高几倍啊！没有给功德款就对了。你反正没有捐款就对了啦，这是第一。他里面讲的文章里面这样讲的。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讲说是你们号称啊有最厉害的外交官啊，差远了，基本上都搞不清楚到什么程度啊？那个你对于原来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转换，你都没概念的。你那个文章叫做《台湾怎么失去川普的》，人家才没有讲。应该文章里讲说赖清德怎么失去川普的，它里面讲的就直接点名了。里面一开始就讲说，你知道吗？像那个赖清德想要去休斯顿，想要去纽约，川普自己说拒绝的，提都不要提。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你讲的那个被出卖的那个过程啊，被羞辱了，根本没有听到。然后另外第3件事，他讲的非常重要。我接着我们政风委员讲的那个要台湾乌克兰化啊，他说这个台湾自己的武力准备买的武器不够，然后自己的准备，然后美军在这边，我老早因为我们好几次在节目当中。美国是希望台湾当以色列啊，女生都要当兵啊，结果搞了半天，大家4个月去来做捷运演习啊什么的啊，一下子送坦克车打到电线杆什么的啊，发觉完蛋了，乌克兰化没有了，然后就完全不指望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家看一下哈，美国是怎么对待印度的啊？印度从5月7号，印度的飞机主动偷袭，被打下来5架飞机以后，川普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后，对印度坏的透了。我们下一题就是印度。我跟你讲，对啊，这个等一下要讲到。现在7月26号，等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如果大罢免大成功啊，那态度就不一样。现在你根本就没有民意了，因为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柿子要拿软的捏啊。川普这个人的原则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现在川普要解决大陆的问题，他面对的问题的话，他觉得很多事情没有跟大陆协调，那他自己本身要放出这个风声来。所以 Christian 惠顿他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让我们充分的了解到，美国发觉至少目前台湾的局面是软柿子，可以好好捏一下啊。然后呢，在出卖中他透露的讯息，我希望大家仔细看这个讯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翁履中的解释方式啊，也是基本上说这个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但是拜托，这个是我们的钱啊，对不对？民党这些当官的哪来的钱啊？什么3000亿、2000亿的，大家高兴的不得了，人家就是这个，对不对？要求非常极限施压的结果，你通过的1毛钱我都不应该给你。人家日本的赤泽亮正就这样讲，1毛钱都没有，对日本没无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要做。日本都能做到，为什么不能够做到？你连话都不敢讲。日本做到什么呢？也是真心换绝情啊。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第2小时陪伴我们。前立委李胜峰，浅秋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风灾处理完了吗？上一节我们讨论到了，在中常会上，总统讲啊，包养啊，包括党内的代理秘书长去灾区挖水泥
水沟啊这些画面，所以救灾告一段落了。所以全面的民进党要来干嘛呢？当然是823大罢免、下军状令啦。所以灾区结束了，这样吗？灾民们，如果你在灾区的话，觉得已经帮助已经告一段落了吗？民进党成立了所谓陆战队成军。这个由发言人吴峥公开的宣布哦，直接将支援各地的罢团，包括协调各地立委、党公职议员接力到罢区，协助公民团体强化基层陆战。难怪啊，曹新成也都回去了，说不放弃、不分手了啊。所以当不挖水沟了，第二波。何博文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组823战队，陆战全面巷战深入基层。那分析这整个最新的所有的民调里头，到底民进党这样做，726认输不算输，那823继续战，民进党由中央下达的指令，全面的加入罢团会有用吗？同业黄伟汉他是这样认为的，民众认为关税灾情如果搞不好，赖当党主席无法分身，就干脆不要当党主席，好好做总统。否则的话，这样的警讯呢，党务跟国政要适度分开，否则民调还会再下探更低吗？沈富雄沈大佬说，赖政府面临这些各种的3大灾难，关税、水灾、大罢免，25-0惨败的真正原因是中间选民不要你了。如果还继续用认为自己是对的的话，刚愎自用，前途一点光明都看不到。那么民主跟人权、主权一直都是他们最重要抗中保台之外要讲的一个价值。但曹新成站出来，因为总统都跟他道歉代表他才是对的嘛，他才会愿意回来嘛。总统就听他未来所有的指挥调度吗？曹新成再度的站出来说，现在台湾人认同中共专制已经逐年增加，因为民进党所谓理性温和派啦，退出反共论述啦，所以把战场让出来了，让现在台湾越来越多，逐年增加的是遗忘初衷，什么正名制宪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让大家那么讨厌中共啊，中国不会没那么讨厌的吗？就是因为你民进党那边的错还会有一群傻志工去推动要收割。不成就让志工去当战犯，骂他们惹是生非。他说，民进党有人认为只要是总统大选遇到国家认同，民进党一定会赢。结果现在连曹新成都怀疑，民进党2028真的还有机会赢吗？他说一定要抗中一路走到底，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不支持抗中这条路了，抗中牌翻车，这是不是一个设好的局？黄国昌认为是，他还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去调查，因为呢，在立法院正副院长办公室的幕僚被找去参加一个饭局，这个饭局后来被狗仔拍起来，大做文章，说跟比亚迪中国大陆的车子这车商们一起验影，要干嘛呢？被拍完了这个《镜周刊》的新闻之后，马上政论节目一条边来，哇，各种的中资代理夜宴争议不断，立法院还帮忙开协调嘛等等的，结果发现里头谁找的？居然是3立的高层一位诚信的主管，自己同事就在照片上自己的节目继续做。所以才会被说是不是设局呢？那当然，这位主管大家熟知很多年了，在媒体是蛮多年的。他就说，3立说已经停职跟调查。我听到同业在讲说，哎呀，是停职吗？做样子而已啦，真的有在调查吗？真的很荒谬，被认为这个设局的情况有没有太明显？而其中这位汪杰明也是这个媒体名嘴说，这个事件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台湾并没有都是绿媒有个真正本土化的电视台只有一家，叫做民视。那其他都是商业台，为了利益，什么都不是价值。意思就是说，3立找的饭局跟比亚迪，那就真的是因为他是民视来宾原来如此，他就侵犯了真正的价值，要抗中。3立也可以找比亚迪的车商这个才是最大的禁忌，不是吗？那么比亚迪来台的目的不单纯，甚至还有人提出来，这个叫做卓见文创绿营的相对支持者就说，哇，这恐怕是两岸开战会成为第5纵队，比亚迪是中共军民融合的战略一环。一旦路上都是比亚迪的汽车跑的话，到时候第5纵队直接变身，在街头横行无阻，有没有厉害？那真的有这么恐怖吗？馆长说要造访比亚迪总部，要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汽车世界第1名。听听他怎么说。台湾玩车就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你只能买一大堆，你买一台车就是2台车的钱，买一台 Toyota 嘛。日本卖多少，台湾卖多少然后日本的规格还比台湾高，你要跟它一样规格，你加钱。BMW 也是，宾士也是，
抢劫啊，保时捷也是，人家外国标配，中国还送礼。台湾的车的市场就是把我们生吞活剥啊，什么都选配啊，什么都加钱啊。所以呢，亮哥，我们在看到整个过程的时候，馆长这个指标，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论述，年轻人很多人买单，所以连朝鲜人说，哇，现在抗中牌失灵了吗？那那个朝鲜人如果认为那个抗中啊，或者台湾国公投更重要，那你就去阻挡嘛。过去也不是没有这种历史啊，过去有建国党啊，有台联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去阻挡嘛，你影响不了民进党的啦，我跟你保证，民进党不会有人疯到现在去搞正名制宪啊，明年就要选县市长了，你看谁会去搞这种东西？所以他在那边讲也没有用啊，民进党我跟你保证，没有人会理他啦，啊，那他也许有不喜欢的民进党，那你就去搞嘛，比如说你不喜欢王世坚。你看你能不能把王世坚搞下来嘛？我跟你保证，王世坚还是照样连任，你搞不死人家的啦。所以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底气嘛。你有你多强啊？被曲小新暴打，惨败，对不对？你有多厉害？曲小新你就应付不了了，他活下来，你还要去士林北是那个士林大同应付王世坚呢，简直做梦嘛！不然了不起就去阻挡嘛，你有钱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历史都不断的在重复了，我们以前早就见过了啊。那有一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嘛，像这个什么卓见文创，欧洲你知道今年卖了多少比亚迪吗？你这个女士你知不知道啊？连数字都没有，就在那边瞎说2025年上半年。欧洲卖了9万辆的比亚迪，那估计今年会卖18.6万辆比亚迪的电动车啊，欧洲啊，第5纵队。结果你在说什么啊？讲话也有点根据嘛。像你这样的水平，放在台湾只是会害死台湾嘛。你根据数据来讲嘛，日本比亚迪要去日本成立100家旗舰店。那日本为什么会允许呢？从去年才开始啊，那它卖得很慢，因为日本的汽车很强大，可是人家目前也大概卖了将近3000辆了。消费者有选择啊，对嘛，也开始卖了嘛，所以不知所云呢。当然你要选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比亚迪我坦白说了，以我的直觉啊，我认为是进不来的了。那主要的是因为商业利益了。因为我讲白了啦，绿的那边有一个汽车集团啊，蓝的这边也有另外一个汽车集团啊，他们有各占一半，他们有共同利益，就是不会让比亚迪进来了，否则它又便宜，所以主要就是商业利益啊。我可以不就跟美国一样嘛，美国也不敢让他进去嘛，就一定要科高税嘛，川普在那边讲说啊，不然比亚迪到美国制造，我才不相信你会让他到美国制造嘞，我觉得主要还是商业的考虑了。竞争。其实欧洲有一些国家也是很忌惮比亚迪，那不是安全问题啦，就是竞争的问题，商业问题。因为欧洲跟美国都是汽车大国，可是日本就敢啊，就还是让你进来。欧洲事实上最后也是让人家进去了啦，可是越来越多不是直销啦，就是你要在欧洲制造啦，可是一样还是比亚迪啊。所以我是觉得讲这种议题最好还是要有资料啦，要有凭有据啦我倒觉得沈大佬那个讲法是，这个真的是值得民进党警惕啦。就说，因为他那个整个讲法也是在 T 台我有看到是前子的那个战情室的节目他就说关税、水灾、大罢免这个3个事情。这个接踵而来，他觉得赖清德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讲真相这个很严重因为你如果不愿意讲真相，那根本就不可能处理嘛。比如说水灾到底有多严重，你到现在也不愿意讲关税有多严重，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盖牌盖这么严重的关税，到现在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秘密。到底我们的进口市场是要开放什么？不知道，要投资美国多少钱也不知道，哪有人这样搞的？哪有人这样搞的？那大罢免也是啊，不愿意检讨啊，那继续再搞823。那你这种领导人这样怎么解决问题？连真相都不愿意面对，所以你回避现实，你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沈大佬就是在讲这个，说，人家中间选民都已经感受到真相了，你还在闪躲，不愿意面对，那你这种人怎么选2028啊？沈大佬那天的发言大概就这意思，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对啊，就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嘛，刚愎自用嘛，明明你已经面对失败啊，关税20%比日本、韩国高5%，水灾1个月很多地方还没有屋顶呢，甚至水电都有问题，大罢免全败啊，这么明显的3个大失败，他现在还不愿意坦然面对了，你这样凭什么当领导人啊？没有赢也没有输，所以委员，我想请问，比亚迪要进来有这么恐怖吗？除了商业利益的竞争之外，讲成第5纵队，然后搞了一个翻车的饭局，搞了半天还是绿媒自己的同业主管去邀请立法院的幕僚同仁，那他搞了半天，到底还要设抗中，这种新闻的炒作模式多久？不久了，我撑不下去，因为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出口去年是128万辆了，将近130万辆了。而且会不断的在增加了，它只会不断增加。台湾在挡，事实上比亚迪的事情也好，中国大陆新能源车进台湾的问题也好，不要跟我讲什么理由，我只要一点，为什么我不能买物美价廉的好车子？很漂亮那个。就一句话，你可以把我现在我手上有一个资料，除了大陆的所有的电动车，现在在台湾可以买得到的新能源车啊，最便宜的大概是纳智捷的，99万9，100万。其他1万全部都是100万以上。对啊，可是100万我们换成人民币，大概在25万左右啊。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你有25万到30万的人民币，你去买车，你走路就可以这样啊，安尼害你行的呢。我等下报价给你。怎么行东西天我兼秀南北呢？你可以选到啊，选到眼睛掉出来，掰的掉啊！对，你可以选到眼睛掉出来啊，这个25万到30万人民币啊，那不得了，那很贵，那不得了，全屏幕也是台湾厂商合作的，所有你想得到的配备有没有？所有在这里要加的配备，你会说怎么这些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东西。对，我也是车上唱卡拉 OK 已经是标准配备了，影音设备超好，对，等等，就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只要看了，我们就心酸了。我也是喜欢玩车的人，那就，我再讲一下，只要一进口，我现在自己的3部车全部换掉，因为它从高中档次什么档次的都有，含劳斯莱斯的档次都有。好，这个是一个啦，所以不要去扯那些扯东扯西扯皮啊，政治是骗人的，国安是骗人的啦。再过来呢，就是有关的大罢免的事。过去民党是琵琶半遮面了，现在粉墨要登场。那我现在请问你一个事情：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没有把他的支持者激出来吗？是吗？不是啊，失败的原因是讨厌你的人比你的支持者多嘛，是57对43嘛。也就是说，你激出来的人都激出来了，你的人都激出来，那你民进党再站出来，你要激谁出来啊？激出来讨厌你的人，这样。对，你是。所以一定要给他教训，不，这是一个绝对一个错误的概念嘛。假如说你今天是你的人只出来了30%，人家出来了50%，我还有10%没有出来，那是因为我民党没有站出来，所以我出来，那有道理啊。不是你已经安尼准，所有的水滴都已经挤光了，有没有？啊，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低头皮怎么油了？那时候那猪头皮而已嘛，你能赚？当然叫猪头皮出来唱歌，好社会有效我不知道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真是错估了民意，高估了自己，还以为自己做出来一呼百应，因为你能叫出来的人都叫光了啦。我现在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失败。我一直认为823应该是回头是岸啊，还来得及啊，后者会彻底的更失败。所以台湾人823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让台独法西斯彻底的绝望，
让民主彻底的有希望。赖总统没有要放弃啊，赖主席又继续下军令啊，全面党公职。这一次，上次是因为他们不够用力，这次要全面用力，跟霸团站在一起。我现在强调一下啊，823对我来讲很具有神圣意义的数字啊。哎，谁都知道823炮战啊，对不对？823炮战的话是最后一次啊，要武力攻台的时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啊。现在居然我今天看到823下军令状，我以为炮战又要来了，搞了个半天，为了大罢免要下军令状，打自己的然后这边还要成立陆战队啊，不知道是谁啊。哎，搞了个半天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啊，我自己现身说法，虽然放暑假。但是我从7月26号开始遇到所有的台大学生，对我简直是面容可掬啊！大家都好高兴啊，跟我讲说，老师啊，你做的判断是正确的啊！我都不要讲别的详细内容啊，这里面的话说句良心话，我们真的要感谢啊赖统一啊！哎，我跟你讲，再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台湾真的麻烦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那边本身7月26号我有投票啊。我们那边的话呢，早上起来的话，确实是一大早开始就有人了，哇，我感觉到大势已去那个叫投票。后来到了下午，陆陆续续大家都一起自动自发。我们文山区基本上的话，大家对赖士葆的印象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不希望他被罢免。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难以理解。那个823不是要被罢免的，民进党要罢免的不是才6、7个，才很少嘛，对不对？怎么搞得好像全国又要总动员一次？但这到底在动员谁啊？那听说我们要投票是为了核三厂去投票的，那个是民众党的提案，有个公投案，对，加上7个人的罢免案，好奇怪，我都搞不清楚为了这种小事情，所以公投全国还是要投的。我跟你讲这个始乱终弃乱七八糟的，算了，不谈了，谈一谈比亚迪我跟你讲像你这个比较环境比较好的人可以玩车玩各式各样。我告诉大家那个比亚迪最好的车子，你这滴滴打车算是专车，叫比亚迪汉然后我一上车之后问他说这个车多少钱？他说这个车跟成都的房子一样，买了就跌价现在17万就买到了，全部搞定了。你知道17万人民币，那里面是 Benz 的装备我跟你讲实在是没有话讲。而且它一天充电，一个晚上充电好像很便宜3毛钱1度什么的然后呢，就是白天可以跑到400、500公里，非常厉害。我跟你讲，大陆的电车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物美价廉、白菜价而已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说它那个充电的装置因为新能源车你来的时候不是光买一个车而已，你是要买它的普遍设它的装置，所以说你那个情况下来讲是整套的像泰国现在很好，基本上他们都开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不开放，但是就有人会像我们刘伟一样很生气，我想要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得到？就这么简单。是没有办法真的进入市场机制。